當奈雪賣30都在虧錢時，蜜雪卻靠着2元甜筒、4元檸檬水，一年狂賺250億。蜜雪冰城憑什麼能把其他品牌給捲死呢？要說中國茶飲界最懂窮鬼經濟學的狠角色，蜜雪冰城稱第2，沒人敢稱第1。全球門店4.6萬家，光是海外就已經開出將近5000家門店，數量直接碾壓肯德基、麥當勞一眾巨頭，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飲料連鎖品牌。學校門口、菜市場旁邊，哪怕是肯德基嫌太偏的犄角旮旯，都能看見那抹紅色招牌。更魔幻的是，靠着幾塊錢小生意起家的品牌，在今年卻成功上市，市值直逼2000億。有人說蜜雪冰城是茶飲界的拼多多，用低價把同行捲到窒息。也有人好奇，一杯成本可能不到1塊錢的檸檬水，怎麼就撐起了一個商業帝国呢？蜜雪冰城到底玩了什麼狠活，能靠个位數的血王飲品炸出個上市公司呢？1997年，一個叫張洪超的河南小伙在街頭擺起了冷飲攤，1塊錢一碗刨冰冷飲，一天下來能賺幾十塊。到了2000年，張洪超把攤位挪到了鄭州大學門口，並改名蜜雪冰城，開始賣刨冰和奶茶。當時的大學生零花錢不多，一杯奶茶賣8塊，太貴，他就把價格降到3塊，而且用料實在，靠着便宜大碗，張洪超的蜜雪冰城成功在學生堆裡積攢下名氣。2006年，鄭州出現了一款名叫彩虹帽的冰激凌，因為是日本進口產品，在當時就賣出20元一根的高價。張洪超二話不說自己研發冰激凌，結果發現自己賣2塊錢一根都有的賺。結果在剛上線第一天，冰激凌就達到了日銷3000的成績。隨後張洪超開始搞加盟，蜜雪冰城也徹底開啟了複製粘貼的模式。別家要求門店至少20平米，他5平米的檔口就能開。別家加盟商可以自己採購原料，他強制要求從總部採購，就連冰塊都得用指定品牌。這套看似又鬆又緊的操作，既降低了蜜雪加盟門檻，又死死攥住了他的品控。而蜜雪冰城真正爆火，還是在2012年，蜜雪推出的一款檸檬水。當時的檸檬水要麼是速溶的，要麼就賣上10塊錢。可張洪超偏要現榨現做，幾片檸檬加糖加冰加水，成本不到1塊錢，直接標價3元。就這樣，靠着一杯檸檬水，蜜雪冰城在大學城商業街道瘋狂擴店。到了2020年，蜜雪門店已經突破1萬家，2022年直衝3萬家，相當於每天新開20家門店。2023年，光是檸檬水一個單品，年銷量就超過10億杯，能填滿60個西湖。隨着蜜雪冰城門店越開越多，甚至超越肯德基、麥當勞一眾全球巨頭時，不少人開始疑惑，蜜雪靠着4塊一杯的檸檬水，真的能賺到錢嗎？其實啊，從蜜雪冰城招股書的數據來看，光是2022年，蜜雪家的飲品毛利率就已經達到39.8%，高於同行平均的35%。而這背後是一套精密的成本控制體系。首先就是供應鏈，目前蜜雪已經在河南、海南、廣西、重慶、安徽建立了生產基地，其中檸檬水作為爆款單品，檸檬是核心原料，但它的價格向來波動極大。就拿今年來說，檸檬的價格暴漲了5倍，很多奶茶店都被迫下架了檸檬單品，只有蜜雪憑借戰略合作持續售賣檸檬水。而早在2018年，蜜雪就已經與雲南、四川的檸檬種植合作社達成合作，簽訂保底收購協議。當市場價低於2元一斤時，按2元收購；高於3元時，按3元結算。這種鎖價模式既保障了農戶收益，也讓蜜雪冰城的檸檬採購價穩定在了2到3元區間。同時，通過在越南、泰國建立採購點，蜜雪解決了冬季國內檸檬供應不足的問題，全年原料成本控制在8毛錢一杯左右。當然，蜜雪在包裝成本上的控制也照樣是精打細算。比如，蜜雪的透明杯單次訂單量超過1億個時，採購價便可以降低到2毛3一個，比行業平均價格3毛5還要低34%。而吸管、糖漿等，蜜雪也是通過規模化的採購來降低成本。除了供應鏈之外，蜜雪還通過搞產品矩陣來引流，提升整體利潤。其中4元檸檬水當做引流款，6元聖代當做高頻款，8元珍珠奶茶當做利潤款，而10元的楊枝甘露作為升級款。這種組合既降低了消費者的嘗試門檻，又通過連帶消費提高客單價。據數據顯示，點檸檬水的顧客中，62%的消費者會同時購買其他產品。在鄭州某高校門店的銷售記錄顯示，2023年9月，該店單月賣出1.2萬杯的檸檬水，其中帶動冰淇淋銷量達8000個，珍珠奶茶6000杯。而客單價也從4塊提升至8塊。這種爆款引流加全品類盈利的模式，比單一依賴某款產品的品牌更抗風險。反觀正新雞排，開店上萬家，但爆款卻始終只有雞排。長時間的過度依賴雞排單品，當市場需求變化時，品牌也只能陷入被動。而蜜雪就成功化解了這一困境。再者，蜜雪會通過壓縮門店模式來降低成本。一般蜜雪的門店都是10到20平的小店，裝修下來成本也只有5萬左右，是賣高端茶飲的喜茶的1/10。選址上也會避開高租金區域，降低了房租成本。人員配置上採用1名店長加2名員工的模式，使得人力成本佔比僅有15%，遠低於行業25%的平均水平。河南一家蜜雪加盟商表示，一家8平米的門店日均銷售300杯飲品，月營收約6.3萬，扣除原料、房租、人工等成本後，淨利潤可達2.8萬。蜜雪除了會降低成本外，還會通過營銷破圈。2021年，蜜雪冰城的洗腦主題曲火遍全網，幾句簡單歌詞配上魔性動畫，直接讓門店銷量同比增長了30%。這種看似土味的營銷，實則精準擊中了年輕人的傳播心理。
數據顯示，蜜雪冰城消費者中18到25歲群體佔比達68%，他們更認同這種真實親民的品牌形象。蜜雪冰城的營銷預算也一直遠低於喜茶、奈雪，但傳播效果卻更顯著。2023年財報顯示，蜜雪冰城的營銷費用率僅有2.1%，遠低於行業5%的平均水平。2022年之前，喜茶、奈雪的主力產品價格維持在25到35區間，主打輕奢茶飲概念。可在2022年之後，喜茶的產品價格幾乎都不超過20元。一直以直營模式開店的奈雪也推出了9.9塊特價杯，但此時的蜜雪已在3、4線城市站穩腳跟。即便這些高端品牌降價，但低價市場早已經被蜜雪霸占。先前山東一家經營了5年的個人奶茶店，原本生意不錯，8元一杯的檸檬水月銷可以達到3000杯。可2021年，蜜雪冰城在隔壁開了店後，靠着4元的價格和更穩定的品質，讓這家奶茶銷量驟降70%，最終被迫轉讓。這種情況也並非個例，光是2020年到2023年，全國單體奶茶店數量就減少了12萬家。而蜜雪冰城的成功，本質上是讀懂了消費者的真實需求。在消費者看來，他們買到了實惠的低價產品，加盟商覺得自己搭上了創意的順風車，資本市場則認為押中了一只潛力巨大的獨角獸。然而，當我們褪去這層光鮮的外衣，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：其實每個人都在為這龐大的供應鏈帝國效力。